龙虾入锅，点燃夜宵之火；青蛙入汤，引人睡前心慌。这家店的主打是龙虾与青蛙。古有刘关张桃园结义，今有三兄弟各出其力。我是三兄弟里面老大，买菜什么这些只是我一个人担当的。大哥强在眼力，食材担当，保证供应有序。这个龙虾帮我交代教育我，打开从这个。二哥独靠嘴力，跑堂接客，把控门前店里。我三兄弟老二哈，我主要负责去跟客人打交道了。三弟憨厚有力，烹饪担当，主管厨房重地。我主要是负责烧菜的，其他事我不管。厨房里边一般喝点啤酒，消遣消遣，力道足一点烧菜。三英战夜市，共舞料酒食。不光开店默契，三兄弟还共有冬眠的作息。对，青蛙冬眠我们就冬眠，青蛙什么时候睡觉我们就什么时候睡觉。哎，等下，还没吃呢，这就完结撒花。所谓冬眠，便是像青蛙一样蛰伏冬日，一年坐八休四。而冬眠的底气在于加倍卖力，最新料理。我们不我们不是是亲兄弟，三个朋友。当时我们三个人在一个酒店里上班，刚开始生活条件不是很好，饭店里上班就拿点死工资嘛，家里开支都开不过去。在饭店出了2年力，有过夜宵经验的二弟提议，另起山头共聚义，不负一身好手艺。我们三个人性格怎么说啊？缘分呢，这是一见面就很合得来那种。吵架吵架不经常。我们三人吵架就会喝酒，喜欢比一比的，酒量算我比他们俩稍微好一点，是吧？说喝酒他说谁都不服谁哈，就来 PK 一下就开始吵了，服不服？问你服的，谁都不服谁的。那我服你的。酒量高低只有他们自己惦记，但三兄弟的招牌料理那可是人人服气。落日潮汐，食客聚集，只为那一口勾人的神秘。这个菜也是客人取的名字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传出来了嘛。美人腿，美人腿就是青蛙嘛，青蛙烧豆嘛。作为自然界2级跳远选手，青蛙的这双腿不光俊美，更有好味。信奉食材至上，大哥一路杀到养殖场，科学养殖，保证食材质量，亲自挑选，保证出品优良。对，我就是要做这个的，这种规模刚刚好。每挖一个跟头108000里，还是逃不出灶台的3分地。经过水池里的反复清洗，乘风破浪，蛙肉透亮，蛙腿修长，散发出美人玉枝般的光芒。蒜蓉下锅，辣椒爆香，之后便是三兄弟的独特配方毛豆。毛豆入场，产生了更浓郁的鲜香。秘制料汁加持，满满的紫苏盖上，去腥提鲜，回味悠扬，炖出一锅丰盈的美人汤。这也让三兄弟即使一直被模仿，却从来都不慌。至于入口品尝，食客们则各有感想。我已经来这家店吃了10几年了，
他家的美人腿非常非常的美味。有的吃完魂牵梦绕，流连难忘。刚开始第一次吃了这个以后，那段时间我感觉每天晚上睡觉都想吃它，不吃了睡不着。有的吃完词穷语尽，英语方畅。吃了好多年了，味道很 OK。还有的越吃越美，连腿都细。就是我感觉我的腿也很细啊，好吃不能来形容它了，是我们想要的那个味道。看到美颜了没有？好，我们吃青蛙就必须要到三兄弟。我们在三兄弟吃了已经10几年了，我觉得最入味的还是这款青蛙料理。就是美人腿，下酒神器，干杯！吃到收尾，来一份粉干才最美。它的这个美人腿的重点是，美人腿吃完以后加入粉干，真的是一绝，很棒。就像大盘鸡里的宽面，小龙虾后的面线，浓郁的汤汁仿佛碳水的勾芡，只能给明天的减肥计划说一声抱歉。三兄弟绝对是浙江省的青蛙王子。三兄弟经营开店，却没一个员工出现。毕竟想要冬眠，实在没得闲钱。太忙时，只能跪求3位夫人来支援。光阴荏苒，这样的日子一过便是10年。总的来说吧，这么多年开这个夜宵，生意是可以的，累也累的，真的是咬着牙齿在做的。反正我们做这么多年下来，等于重复在做这一件事一样的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就骑着车子去买菜，经过那棵枣树，就从枣树发芽结枣，就盼着那个枣树叶子掉了，等于我就放假了。没办法，这肯定要冬眠一下，自己给自己放下假嘛，休息一下嘛。冬去春来，共历年华，三兄弟的感情也如枣树的枝桠，渐渐叠加。整整11年了，虽然是3个人朋友了，是不是啊？真的是跟亲兄弟一样的，可能比亲兄弟还亲啊。3个人穿一条裤子，这个不能让嫂子知道。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，我们是一条裤子的。对，他们3兄弟，我们3姐妹。合作了这么多年，啊，只要开心就好了啊，钱挣不到。3家人健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很实在的，你说很大的梦想也没什么。3个人嘛，现在有这个身体，再拼几年，多赚2块，为自己家里也条件稍微改善一下，这一辈子幸福感也蛮高的。开分店的话，我们3兄弟的话，你说要出去开几家分店是不成问题，但是我们3个人还是喜欢走在一起，每年跟青蛙一起冬眠，是吧？没什么大的梦想，很简单。从3兄弟到3姐妹，到3个家，不求幻梦空望远，愿伴老友冬眠。3位王子，来年再见。还有一点，我的梦想，这上面我养了，然后这头上有2桶。我的梦想回家养点蜂啊。蜂有么？没蜂哎，郑总。没蜂啊？哎，那一个蜂来都还是硬猛硬的干了。是，回来。他的梦想就早点退休。退休只是期盼，毕竟各位大哥还有锅要颠。如此功夫触舌尖，不羡鸳鸯不羡仙。即便看到花甲年岁，入店依然暖心暖胃。所谓大哥不退休，美食不退位。